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今天呢，我们来深入拆解一个你我都非常关心但又超级矛盾的话题——台湾老师的身份认同危机。你想想，从以前那种被当作神圣使命的圣职，到现在凡事讲权利义务的职业，这100年来的转变，到底在老师们的身上留下了哪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压力跟挣扎？好，我们单刀直入，先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今天，一个老师好像几乎不可能做到单纯把书教好这件事？如果你对老师的印象还停留在说不就是站上讲台把知识交给学生就好，那我得说，这个想法可能跟现实已经有很大的脱节了。事实上，老师这份工作的专业边界早就被拉扯到超乎我们想象的模糊。怎么说呢？现在的老师根本就像个千手观音，一个人要戴好几顶帽子。他当然要是学科专家，这没问题，但他同时也得是学生的心理咨商师，甚至还要扮演社工的角色，去处理一些很复杂的家庭问题。还没完哦，他得是亲师之间沟通的桥梁，是处理学下一堆杂事的行政人员。更惨的是，还得是一个随时要小心法律风险的管理者。你想想看，当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角色全部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不出问题才怪，对吧？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要看懂这场身份认同的风暴，我们得借用政治大学周志宏教授的研究。他提出了3个关于老师的理想典型。你可以把这3个典型想象成是3国很强大的历史力量。过去几十年，他们就在为了争夺老师到底是什么这个定义权不断的打架。只有搞懂这3者，我们才能看穿问题的根源。好，第一种类型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叫做圣职教师。这就是在我们传统文化还有国家主义之下塑造出来的形象。这种老师地位很高，备受尊重，他肩负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要帮国家传承道德，达成教育目标。这更像是一种奉献跟呼召。第二种典型，哇，那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叫做劳动者教师。这个观点呢，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前面那种神圣的形象。他把老师看成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个受薪阶级，本质上跟其他行业的劳工没什么两样。他们就是付出劳力来换薪水，所以大家讨论的重点自然就从什么神圣使命转到劳动契约啦、工作条件啦，还有劳工权益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上。第3种是我们近代教育体制一直很努力想走的方向，叫做专门职教师。这个模型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说的医生、律师这些专业人士。他们都经过很严格的专业训练，有非常高的专业知识，所以国家跟社会就应该给他们高度的专业自主权，让他们自己来建立跟维持这个行业的专业标准。如果你正在听，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这3个模型到底差在哪？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是法律关系，圣职教师跟国家的关系是上对下的，命令服从；劳动者教师呢是平等的私人契约，而专门职教师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专业契约关系。再来，我们看核心权利，圣职教师被赋予的是国家的义务，劳动者教师要争取的是劳动三权，而专门职教师最在乎的就是那个关键字，专业自主权。好，那搞清楚这3个理论模型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看台湾的法律制度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试图把老师从那个圣职的神坛上请下来，然后转型成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专业人员。跟你说，这是一段充满理想，但又跟现实不断拉扯的法律变革之路。这段路有几个很重要的时间点。1985年的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基本上还是延续那种国家高度控管的圣职色彩。真正的转捩点是1995年，那部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教师法，它正式宣告台湾的教师制度要朝专业化来走。
后来1999年的教育基本法又再次确立了老师的专业自主。到了2011年，劳动者的色彩就出现了，老师被允许可以组织工会。但是到了2019年，教师法的修正案方向却好像有点倒退，反而增加了外部的监督力道。这背后的紧张关系，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重点。这边有个超级核心的法律概念转变，就是从过去的特别权利关系走向行政契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硬，但你用个比喻就秒懂了。以前那种特别权利关系就像军队一样，国家是将军，老师是士兵，强调的就是命令跟服从，个人的权利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而后来的行政契约就比较像是一个平等的专业伙伴关系，老师跟学校之间是基于一个专业契约在合作，老师的权利跟自主性在法律上是被明确承认的。这就引发了另一个思考，奇怪了，当老师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专业自主权，照理说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反而引爆了一场社会的信任危机？答案就藏在自主跟自律这对双胞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你要记得一个原则，任何专业的自主权背后都一定跟着同等重量的专业自律，这两者是一体的两面，你不可能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当一个专业团体被赋予权力去管理自己的事，整个社会同时也在期待，甚至是要求他们能够展现出高标准的自我约束跟自我淘汰的能力。那1995年的教师法是怎么做到专业自主的呢？它的核心机制就是成立了以老师为主体的教师评审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教评会。从老师的聘用、解聘到各种权益申诉，全部都交给这个委员会来决定。这本质上就是把管理的权力从行政体系的手上还给了教师社群。用最白话的方式讲，就是老师自己管老师。但这套理想的制度在现实中却跑出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一步，教师社群争取到了自主权，但接着第二步，问题来了。当社会大众普遍觉得这个老师管老师的系统在淘汰不适任老师这件事上好像有点软弱无力，也就是专业自律没有做到位，于是就进到第三步，社会的信任感开始瓦解，大家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球员兼裁判。这就直接导致了第四步，来自外部的干预开始变强，政府修法强制要求家长代表、外部专家都要加进委员会。最后第五步，老师们辛辛苦苦争取来的专业自主权，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被外部的力量给收回去了。好，分析到这里，我想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所以呢？然后呢？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台湾的教师社群到底该怎么替自己打造一个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全新身份？周教授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精辟的整合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走向专业的劳动者。这个新的模型，它不是3选1的单选题，它承认一个混合的现实。没错，老师确实是需要劳动保障的劳动者，但同时他们也是肩负着特殊公共任务、拥有高度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员。在这个新的身份认同之下，老师在教学现场的角色也必须跟着改变。他不能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知识的唯一权威，他更像是一个引导者，一个学习的促进者。整个教育的核心也从过去以老师为中心的单向讲授，彻底转变为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要重建社会信任，要走出现在这个困境，关键到底在哪？答案其实就在教师社群的内部，也就是说，教师组织必须自己跳出来，主动建立，而且严格执行一套有效的专业伦理跟标准。他们必须向整个社会证明自己有能力，也有决心去管理好自己的成员。这其中就包括淘汰掉不适任的人。
只有透过展现出这种强而有力的专业自律，才有可能重新赢回社会的信任，也才能够降低外部的干预，把实质的专业自主权真正拿回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台湾教师的集体困境是源自于圣职、劳动者与专门职这3种身份认同长期的拉扯跟冲突。制度上，我们很努力的想走向专业自主，却在实践中，因为专业自律的力道没有跟上，反而引发了信任危机跟外部干预的恶性循环。未来的出路，或许就在于整合专业与劳动者这2种双重身份，并且由教师社群由内而外的去重建专业自律的机制。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为了重建信任，确保这个专业的未来，强化由上而下的专业自律，真的是唯一的答案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